你有没有试过在海边赶着一群鲨鱼跑，随便在一个海边沼泽的洞穴里面，徒手抓住一条10几斤重的石斑鱼，还将整条石斑鱼直接放在烧烤架上烤着吃，抓住一条鲨鱼宝宝更是不在话下。这么多姿多彩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。在这地面温度高达60多度的沙滩上，可以轻易地将鸡蛋烤熟。天气炎热的沙滩上，就连一条海蛇也躲不过太阳的炙烤。杰克就是一个神一样的男人，他来到了这片沙滩上，要在没有任何露营装备和食物的情况下，在这片沙滩上度过一个炎热的晚上。今天天气晴好，朋友开车载着杰克驱车来到这片海边滩涂后，杰克和他那条心爱的小狗一同下车直奔海边而去。这是一片海岸边的沼泽地，当涨潮的时候，这里会有很多从海里来的鱼进到这片沼泽觅食，当落潮的时候，就会有部分鱼被困在这片沼泽里出不去。杰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来到了这里，他要徒手抓些鱼来解决吃饭问题。小狗跟着杰克沿着岸边一路查看，很快发现一条落单的鲨鱼宝宝困在了沼泽里出不去。它是一条产鼻鲨，由于这里的水比较浅，小鲨鱼无处可逃。杰克很好的施展了一下擒拿手法，轻松将它抓了起来。长得一脸懵逼的鲨鱼宝宝无可奈何，只能束手就擒。杰克对这片沙滩非常熟悉，他解释道，沼泽里会有各种各样的鱼类，有鳗鱼、石斑鱼、狮子鱼、螃蟹等，有些鱼还有攻击性，在这里摸鱼有一定的危险。来到了海岸边，他发现断了一只钳子的螃蟹，试图用手去抓。杰克每一次伸手，螃蟹都会用它唯一的钳子攻击他，但手掌大的螃蟹还是逃不过杰克的魔爪，是一只公蟹。杰克不忍心将一只断了钳子的螃蟹吃掉，又把它给放回到海里。来到了沼泽地的灌木丛里，他发现水里有许多明虾，抓起几只就往嘴里放，没有嚼碎就直接生吞。强壮的身体让杰克毫不畏惧。12月正是澳大利亚最炎热的季节，在这天气炎热的沙滩上，用温度计量了下沙滩的表面，显示温度居然高达64摄氏度的高温。杰克再用温度计量了下自己的鞋，更是高达65.9度。他不相信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，亲自脱鞋在沙滩上走了2圈。杰克马上就后悔了，想不到神一样的男人还是很怕热的。为了证明沙滩上的温度真的很高，他拿来一个平底锅，打上鸡蛋测试了起来。10分钟的时间，蛋清就已经变成白色。滩涂上一条已经死亡的蛇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拿起蛇查看起来，刚死没多久，看起来还很新鲜。他认为这条蛇被其他东西攻击过受了伤，之后就晒死在滩涂上。杰克来到了海边的浅水区，发现有一群鲨鱼正在那里闲逛。这个不怕死的男人快步跑向鲨鱼群，一个纵身跳跃，想要抓住一条鲨鱼的尾巴。鲨鱼被他那强壮的身躯给吓跑了。杰克还兴奋地追了鲨鱼一路。天气太过于炎热，杰克不想晒晕在这个沙滩上，他到处去找了些干燥的树枝，搭起一个可以遮阳的庇护所，放些干燥的苔藓盖住，一个简单的帐篷就这样搭了起来。这么炎热的天气，连袋鼠也跑来灌木丛里纳凉，却被杰克给吓跑了。一天都没喝水的杰克实在是太口渴，他让朋友帮忙带些水过来给他，还顺手带了一条打火棒和一块地毯，好让他顺利度过今天晚上。杰克发现小狗其中一条腿受了伤，为了能够让小狗得到治疗，只好叫朋友将它送回了家。今天没有吃东西的杰克只好将在沙滩上烤的半熟的鸡蛋吃了，这半生不熟的味道让他难以下咽，把蛋黄直接吐了出来。看来他肚子还不是很饿，躺在自己搭的帐篷底下，将打到的苍蝇吃了起来，这比贝爷还要生猛。就这样饿着肚子一直躺到了天亮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他那精神抖擞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要为今天的早饭准备大干一场。来到海边的浅水区，杰克为了将洞里的鱼引出来，他在水中大跳起来。这时发现有石斑鱼出没，跟着石斑鱼来到了一处洞穴，直接伸手进去抓，可惜鱼跑了。杰克再次跟着石斑鱼来到另一处洞穴，再次伸手进去抓时，好像被什么鱼咬了一下，起身查看时发现手掌已经流起了血。有些鱼类攻击性是很强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不熟悉这里的环境下，一定不要不戴手套就直接下去摸鱼，你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咬你。被鱼咬到的杰克好像更加兴奋，再次冒险探身下去摸了起来。这次好像摸到了一条鱼，是一条大石斑。生猛的石斑鱼让杰克难以抓住，被石斑鱼给挣脱了，自己也摔了个四脚朝天，但他还是兴奋地大叫起来。这次石斑鱼受到了更大的惊吓，往外跑。杰克一路追赶，
石斑鱼无路可逃，又回到了原来的洞穴里。杰克再次探身下去，抓住了其中一条，另一条跑了出去。这么艰难才抓住这条10几斤重的石斑鱼，这回杰克可以将昨天没有吃到的食物都给吃回来了。上岸后，在地上捡了些已经干透的袋鼠粪便当点火原料，拔了些干草，利用打火石把草点着，放上些干燥的树枝，把鱼清理干净之后，直接放入烧烤架上烤了起来。杰克烤鱼的方式简单粗暴，烤出来的鱼原汁原味，还保留了海洋的味道。天气太热，搭建的帐篷又太矮，为了能够好好的享受这条鱼，他架起了渔网阴凉的树底下去，又有海水又有树荫的地方，最少比沙滩上的温度降10度左右。将烧焦的鱼皮剥开，露出了鲜美的鱼肉，一边吃一边游泳，这简直就是天堂般的享受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